好，大家好。那我们现在来进入到这一个线性映射的对角线化。好，那这个中间的细节呢我们后面就来慢慢的开始讲解。嘿，那要讲解这一个线性映射的对角线化，就必须要从这个 eigenvalue 跟这个 eigenvector 开始下手，这样。嘿，好，那我们就来开始看一下，来开始看一下这一部分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 involve。那首先呢，我们来定义什么叫做 eigenvalue 跟 eigenvector。eigenvalue 中文把它换成叫做特征值，那 eigenvector 换成叫做特征向量，特征这样。好，那有关于这个矩阵的对角线化，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是研究这个 linear operator 就是线性算子，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怎么样呢？你可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我所标出来的这个怎么样呢？它是一个 linear operator， 所以 T 是一个 linear operator。好，那在这个存量集合这个 field 里头呢，有一个 value 叫 lambda 那在我们的向量空间有一个向量 x， 那这个 x 原则上是不能够等于零向量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称作出这个 lambda 它是一个 eigenvalue， 它是一个 eigenvalue of t。这个而且呢lambda 是它对应的一个什么样？对应的一个特征向量，满足这个数学式子，我们看出来，我再写一遍 ，tx 等于 lambda x， 要满足这个数学式子。那这个当然是以前这个他们在研究线性映射这些专家们那他们所看到的这些特征那慢慢的会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学派一个学术理论出来，这样。所以我再重新整理一遍给各位看，就说这是我的向量空间那这里我刚刚讲过说它原则上它是怎样，它是一个 linear operator所以它是一个 linear operator 原则上我们一般在研究都是研究 linear operator 线性算子。那这个时候你发现我这边有个向量，你们看到我的向量 x向量 x， 那经过映射之后的话呢，这个向量 x 怎么样？它会变成lambda x， 我们看出来，也就是说长度呢拉长了怎么样？拉长了 lambda 倍这样那我重新把它 mark 清楚，这个就是我的 x， 我们看出来那这个 lambda 它可能是负数那可是我们在这一章里面又会简化几件。我大概举的例子呢，都是以实数为主所以那这样的话，我就开始研究说这一个它的 eigenvalue 的长度它可能大于等于1，有没有？也可能小于等于1那当然也可能等于0那好，所以这个大于等于1，我们就讲说我就把它放大 enlarge 那这个当然在后面这个我会在录一系列的课程，那当然在我们这目前的第一波的课程还不会有会讲到那一个有关于这个矩阵的模，我会讲到那个 conditional number， 那个时候呢就可以看到这一个整个在映射过程里面的变化那小于0的话，小于1的话，我们就是把它缩小这样子。所以有很多的这一个几何观念呢，我们可以善加利用。好，那做第一个定理就来了。那这样有 eigenvalue 跟 eigenvector， 那我如何去找 eigenvalue 跟 eigenvector？ 那这个东西呢，跟我的线性算子又有什么关系呢？那当然这个定理就很快的告诉你那因为这个篇幅有限，我就没有在这边做一个很详细的证明那各位呢注意一下这个定理比如说好，原则上一开始我们说这个 lambda 怎样呢？它是我们的 eigenvalue， 我们看到是我们的 eigenvalue。好，那 OK。那 eigenvalue， 那刚刚其实我在讲这个已经在证明等于说 tx 等于怎么样 lambda x那这个 x 不等于0，我们看到，所以 t 减去 lambda i， 那 i 这其实就是 identity mapping x 这个等于0，那这个怎么样？这个是 non-zero。那我们前面定义怎么样？定义什么叫 invertible， 就是说 t 是 invertible， 也就是说x 映射成0的情况之下，只有等于0的情况，不可以有其他，也就是说 kernel t 只有什么 ？kernel t 只有含0向量。那 kernel t 只有含0向量，我们前面讲过说它就是1对1可是这个时候不行，它含有一个非0的向量在怎么样？非0的向量，也就是说这个 x 属于怎么样？属于 kernel
这个 T 减去什么 lambda I， 注意咯，这个观念都前面都是一致的，都是一致的这样一个观念，所以若且为若，这个它就是一个什么非 invertible， 非可逆，因为可逆的意思是只有一个什么这个零向量，好，那这里的排版的话怎么样呢？要把它斜体一下，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排版的时候就还是有时候会很挑剔，因为这个在要求研究生写他们的那个硕博士论文的时候，很多地方都要求非常严谨。好，可是你们发现很奇怪，怎么出现一个行列式 A 减去 lambda I 等于0？因为篇幅有限，本来我想要录那个行列式有一章有没有？那因为这个篇幅有限，所以在那个地方就没有再录了。那后面我举的例子会再来教你们很简单的行列式的计算。那简单的就是大概2×2或3×3，如果高维度的那个高难度变化的题目，那可能就必须要在一个专章讲这个行列式，那个真以后有机会我再来录制那个专章给你们。那当然课本里面都有，那我的课本也有，因为很多同学对我的旧课本很有兴趣。那我现在正在撰写新课本，那预计看看暑假会不会出来，因为暑假有一个暑修的课程，在那之前要把课本给写出来，新课本写出来。好，我正在努力看看。好，这个式子就是说它要等于0，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数学公式，我们看出来。那这个时候你就是要注意啦，就是说 A 其实就是 T 在标准基底之下，这个观念很重要，但很多课本都不讲这个观念。所以你们在玩起你们那个矩阵对角线化的时候，就是一头雾水。那我们把前面的那个坐标变换，那你口口全部都把它贯穿起来。所以我常讲说，这一个线性代数你读通了以后，到最后都变成是一个矩阵计算，这样。好了，所以这个时候发现，我 A 减去 lambda I 的这一个向量的行列式值等于0。那行列式值等于0，那这个当然中间有很多的证明，我在这边都没有了。但是你特别记住这几件事情就好了。就说我要来找 I 跟 value， 就是要去分析 A 减去 lambda I 的行列式，那令它等于0，又来解那个可能 possible 的那个 lambda。好了，那这样的观念清楚以后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所以又会再把前面这个式子再这个我多啰嗦再来强调一遍。比如说 T 的话，这个是，所以我们又回到前面的那个矩阵表示式，我再重新复习一遍给你们看。那你注意我为什么还写一个1呢？有1一定会出现2，那故事在后面就会出现了。所以我的目前的讲义这样布局，你们就等于让你们的头壳有一整个完整的一个理论。那这个它是标准基底，把它当作标准基底来看。那你会问我说，奇怪，你为什么用 EF？因为 EF 是我早先读的那个课本，它用的 E 的符号就习惯了。那 E 的话，我们平常都比如说这个 R2 E1 就是10 E2 就是01，那种种这个是我们从中学读书就很习惯的一个坐标系统。好了，那这样任何一个线性映射，在这个线性算子在这个 B1 到 B1 的矩阵表示式，我教过你好多次了。那没有一本课本像我这样很啰嗦的一直在跟你强调，我们看到，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观念，非常重要，再讲2遍了。那以后你们就可以看到这整个的一个线性代数，那大概观念就是围绕在我在强调这些观念。那很明显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 n 乘 n 的矩阵。那原则上我们在研究我们的那个真正应用问题的时候，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 Rn 乘 n， 或者怎样呢 ？Cn 乘 n，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实数矩阵或是个复数矩阵这样。那后面慢慢再来，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所以包括后面的那个内基也没有时间讲的。那当然没有关系，因为你们收播了大概我给你们的不只是6个小时，大概前后超过8个小时了。那首先就先把我现在给的这一系列的东西先把它读会。那中间很重要一个就是说矩阵表示式坐标变换，这个是线性代数的核心观念。那懂了以后，很多理论基于它就可以推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它就变成这样，变 A11 啦 A21 点点点，有没有 AN1？ 那这个就前面讲过的第一个有没有？那第一个这对应第一个我们看到那 A12
A22 哈点点点哈 AN2， 这对应第二个，我们看到哈，那点点点点点点哦点点点，我们看到嘿，这是我们的数学式子嘿，那 A1N A2N 点点点嘿 ANN， 它是一个 n 乘 n 的矩阵，那习惯性我们就把它写成 A。注意哈，因为这个也是以前我在读大学的时候那个课本它用的符号。那因为当初这个你要刻骨铭心修了一整年的课哈，这个你就会用这个符号，所以这个它是什么？它是 column vector。好，再强调一遍哈，因为很多符号，好，你一定要怎么样？你一定要开始熟识哦，熟识哦。那这样以后你在撰写东西或者写报告的时候，你就不会有问题嘿。好，那这个才重新复习一遍。那复习完了以后呢，哇，这边这一个配曲，我记得这个我在编讲义的时候就花很多时间重新打字，有没有？那什么叫做 characteristic polynomial？ 好难念，很长，有没有 ？characteristic 好多音节。那这个叫做特征多项式，特征多项式，也就是说，T 是一个线性算子哦，那我来假设说我的向量空间不一是用标准基底所编制出来的，那前面讲过说，那你就可以把任何的一个线性映射在标准基底之下，就会得到一个什么 n 乘 n 的矩阵。注意所以这个时候就是 A 跟怎么样 ？A 跟 T 是一体的两面。从此以后，你可以包括在内积空间也是一样，会把两个东西都把它当作一体的两面好，那第二个我就没有隐藏，就直接就丢出来了，你们看出来，我就直接丢出来这样嘿。好，那丢出来的话，你们就可以看到怎么样呢？可以看到我这一块我这一块，好，我这边很多地方我都没有隐藏，没关系，我就直接把它讲完嘿。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特征多项式，所以那这个式子其实我前面没有教过你们嘿，它减的话等于是那 lambda I 等于什么呢 ？lambda I 很明显就是什么？就是 lambda 点点点 lambda。你们看出来是不是这个式子？有没有？嘿，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样的一个状况嘿。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很明显就是说，就是减出这个式子出来，它是一个行列式，所以它是一个什么？它是 order 为 n 的这一个polynomial， 就是我们叫做多项式，次数为 n， 注意次数为 n 的一个多项式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嘿。好，那往下看往下看，所以我就造了一个题目。当时我就自己随便造个题目这个前2天写讲义的时候乱造一个题目，而且这个很简单，其实算起来又有点小麻烦。好了，我给一个 T 是 R2 到 R2，X1 X2 你可以看到，好，那很明显我就要造一个。那首先按照我前面的讲法，我就把我的标准基底注意我这样教你的观念这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几乎原文书不会屌你就是直接就来了嘿。所以你的观念很多的建立家就会觉得好像我这在玩数学公式，不对，我现在在玩你的是空间结构空间的映射结构，我们看出来。所以你看我把 T1 映射过去，然后在 V1 之下，这个不能写卡嘛，因为它是个矩阵好，所以呢这个你可以看到呢T12，那在这个1之下，我们看到那映射那 trivial 嘛，你可以看到我把10带进去，有没有看出来？带进去，那当然就等于11啊。好，那这个很 trivial， 没有看出来？带进去有没有？所以带进去你可以看到等于11那然后再把怎么样呢？0 1带进去，带到这个地方去，有没有看到得到什么1负1那如果说对那个对这边还不熟的话，对那个矩阵表示不熟，再回去看前面的讲义。然后呢，好，我来看看我的特征多项式，就是1减去 lambda， 1负1减去 lambda， 按照刚刚的数学公式，那这样乘起来是正的，这样乘起来是负的这个，所以得到什么呢？好 ，lambda 加1我就把那个负号整个把它整理好了。那1乘1的负号就等于负1，所以整理完了以后就变成 lambda 平方减1减1。就等于 lambda 平方减2，还好。所以那令它等于0的话 ，lambda 1就等于什么？就等于根号2。那 lambda 2就等于什么样？负根号2。那我找出2个 eigenvalue 出来了找出2个 eigenvalue 出来了。好，那再往下看，
好，那我要找对应第一个 eigenvalue 的那一个特征向量，我们看出来好。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我说 t 减去 lambda 1 i， 要解这个式子，我们看出来。那记得我刚刚讲过说，从此以后你就把线性映射的行为全部交给这一个矩阵，所以就变成 a 减去 lambda 1 i 一个大的 x， 我们习惯性解联立方程组。那也因为时间有限，联立方程组要录影，后来没有录，因为录下去你们可能看的不只是8、9个小时，可能看10几个小时那个以后我们再来强化那这个有兴趣同学，我们就后面就会再推一系列课程。好，那这个 lambda 1就是1减去根号2，那这个负1减去根号2 1，那这个题目我自己解出来的时候，就是说很多理论我的头壳里面都有了可是解出来发现一个很好玩的现象出来，它刷等于0，有没有？刷等于0，所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零向量，所以我们习惯有时候在原文书就很偷懒，就写一个大的 O 或怎么样，有没有？那这个呢就变成是1减去根号2 x1 再加上 x2 等于0，有没有？ x1 再加上负1减去根号2 x2 等于0。那这个式子乍看之下以为解出来的 x 是等于只有0而已，不是不是，其实这两个是同一个式子所以这个琢磨了半天，这两个是同一个式子，你们可以自己再斟酌一下，我就不再花时间了不再花时间这样所以就可以得到1减去根号2 x1 它是同一个数学式子那这个时候呢，我就可以求出我的 v lambda 1出来那这个时候我的 x1 保留，那 x2 就变成什么样？ x2 就变成是负的1减根号2 x1 就变成负1加根号2的 x1 那这个 x1 怎么样？属于 r 原来它是一维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个 v lambda 1就等于 alpha， 那一般我们就把它改成 alpha 的话，把它改成 alpha 的负1加上根号2好，那这个很明显就是一个线性一个线性表示式说它是一维的但是我们要的是 eigenvector， 所以呢要 remove zero vector， 要把它 remove 掉这样那这个 v lambda 这种符号我们在下一节会讲，它叫做特征空间现在马上要讲了特征空间了特征空间它是一个特征空间好，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还没求，第二个好，所以第二个你可以看到 t 减去 lambda 2i x 等于0那交给谁？交给他交给他来处理。那这个呢再把，因为我们 lambda 2等于负根号2，所以那负得正，有没有？我们得到这个式子啦，1啦那这边是 x1 x2 那这个0就是我们的00那这个式子其实也是同一个式子，1加上根号2 x1 刷再加 x2 等于0那刷 x1 再加上负1加上根号2 x2 等于0看起来好像还不错还不错。那它只有一个式子而已，这个式子呢我弄了半天我挑第二个这是示范题目示范题目有时候你那个不熟的话会被打结，没看出来。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得到 v lambda 2，有没有？那我保留我的 x2， 有没有？那 x1 就等于是负1加根号2 x2， 所以它就等于1加上负得正1减去根号2 x2， 然后是 x2 属于 r， 我们看出来好这个东西看起来还蛮多的好，那等于说 v lambda 2就等于 alpha 1减去根号2 1，有没有？那 alpha 属于 r，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 remove 什么东西呢 ？zero vector， 因为 zero vector 在里头，我们看出来它因为它那个eigenvalue 的话，
可以任何值，但是 eigenvector 必须是非零向量。嘿，好，这样看起来还可以还可以。嘿，那接下去我们有2个重要的一个理论在这里，嘿，我很快的把它讲解一下。就说，我就定义一个叫 eigenspace， 那刚好已经看到过了所以这一个就叫做 eigenspace， 就叫 eigenspace， 那中文换成叫特征空间。那特征空间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式子，这个我们早在前面就已经很熟悉了。如果你很熟悉的话，你很熟悉，所以这个符号没有什么太奇特的，只是说再重申一遍。那记得我们在做计算，常常又把它交给谁去了？它的矩阵表示4，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式子告诉我们说，这个 v lambda 因为我们前面都早明证明过了嘛 ，kernel 本来就是这个定义域空间里面的一个子空间，所以但是因为它本身是什么？现在是eigenvalue 所对应的那个 vector 组成集合，所以它绝对不会等于不会等于只有零向量而已。那它包含零向量，包含零向量所成集合这样所以这个是简单的一个概念，跟各位做一个诠释这样好。那这样没问题的话呢，我们就往下看，就赶快把它做一个收官那可是这边就会出现一系列常常考试来考我们的题目，就是说，那这个特征空间到底有什么特性？就说 lambda 跟 mu 2个是不同的 eigenvalue， 那它们所对应的这个特征空间所对应的特征空间到底有什么状况？好，我用反证法来证明。怎么证明？就是说 P 推 Q 恒等于怎么样？灰 Q 推灰 P。那这个题目就变我要做什么呢？ lambda 等于 mu 推到怎么样？这个 v lambda 交集这个v lambda 交集这个 v mu 的话，不等于怎样？不等于这个仅含零向量这样。所以反证法好，所以我们就开始来证明咯。lambda 等于 mu 就推到怎么样？存在一个 x 不等于0，使得 tx 等于 lambda x 也等于什么 mu x。那这样就推出来怎么样？它推出来就是说 x 属于什么 v lambda 交集 v mu。那记得 x 是不等于零向量的因为它是 eigenvector。所以因此我们就共同找到了 v 这一个 lambda 交集这个 v mu 的话所以就可以推出一个什么结果出来 v lambda 交集 v mu 不等于怎么样？不等于0所以我找到一个嘛，找到一个非零，有没有？找到一个非零这样好，那反过来证明也是一样我们反过来证明的话，也是用反证法。注意，反证法跟矛盾证法是不一样，前面讲过很多次的因为很多的那个名嘴很多网红数学网红证的话都常常反证法跟矛盾证法傻傻的搞不清楚。那反证法，那我这里是 Q 推 P 所以就变成 V 那 P 推 Q 很等于灰 Q 推灰 P 所以这个很明显就是说这个式子变这样子不等于0的话，是否推出来 v lambda 1这一个不等于怎样？这一个会等于它这样好，会等于它所以这个注意的好，我们就开始来看咯。不等于0，所以可以推到存在一个 x 不等于0向量，看出来？那既然它们的交集不等于不等于这一个仅含0向量的话，哇，这边我讲义变得太多了没关系，把它教完。好，那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我就得到这2个式子，有没有？因为有这2个式子而来的嘛，我们看到，好，那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推到怎么样呢？ lambda x 减去 mu x 等于 tx 减去 tx。哇，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怎样呢？就可以看到 lambda 减 mu x 等于0，但是请记住这里的 x 规定它不能够等于0，
所以因此呢，就 lambda 减 mu 等于0，那这样都推出来怎么样 ？lambda 等于 mu， 那这几个都是常考的题目哈。那常考题目的话，你就按照我这样的方法来处理一下，好，那 OK， 那再来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一个 property 哈，所以我这边的编讲义是稍长了一点，但是很重要，我还是一口气把它交代完哈。就是说，那现在就是说，我有 lambda 1、lambda 2点点点到 lambda k， 那它们都不等，它们都是相异的这个 eigen value。那它对应到一个 x1 的向量，它对应到一个 x2 的向量，那它对应到一个 xk 的向量，我们准备要来布一个局了齁。布个什么局？就是要布一个制造 B2。我一直出现 B1， 你们看出来怎么制造 B1？ 后面再来讲齁。所以呢，我来证明它们是不是线性独立。好，我来证明它们是不是线性独立，有没有看到 ？AK xk 等于0向量，所以我想干嘛？我想证明 A1 等于 A2。那这个题目也是常考的题目齁，注意这系列都是常考的。那我用数学归纳法来证明。那数学归纳法它有2型数学归纳法齁，一型就是传统的这个 basic step 这个induction hypothesis 跟 induction step。那第2型就有点类似我们 computer 在做那 recursive call。那我大概这么会比较用第2型，你们来看一下。那关键上就是说，跟它一样，就是那个 induction hypothesis 那之后大它一个维度的呢，就可以呼叫它这样。好，我们来看一下，我把 A1 x1 加上 A2 x2 再加到 AK xk 等于 T0 等于0，哇！那这个式子把它当第一个式子，我们的起手式。那这个式子呢，你可以看到呢，因为它是线性映射嘛 ，Tx1 再加上 A2 Tx2 点点点，有没有？再加上 AK Txk。但是请你不要忘记的这一个 x1 x2 到 xk 是 I 跟 vector， 所以呢 A1 lambda 1 x1 加 A2 lambda 2 x2， 所以以前在教数时写黑板的时候，哇，那更辛苦。AK lambda k xk 等于0，有没有？那这个把它当第2个式子。好啦，那既然要做数学归纳法，所以我就必须要把我的那个data size 至少当掉，往下降1个，然后才能够做递回呼叫。这个是这个数学归纳法的精髓。所以我第一式乘上 lambda k， 有没有？好，那第一式乘上 lambda k 是不是得到 A1 lambda k x1 再加 A2 lambda k x2？ 哇哦，这边好多哦，我写的有点累，有没有看出来？那你可以看到，我就这样把它乘出来。那你会发现说，这个式子，这2个式子差异在哪里？好，你可以自己比比看。好，那赶快加速把这个证明完毕哈。好，终于来到最后一页了。看到我出这一个符号表示这个最后一页。那这个是前面弄出来的3个式子哈，你可以看到前面的这一个，我给的3个式子1、2、3，我就把它整理到下一页来。1、2、3有没有？好。那这个时候呢，我就来做，因为我要刚刚讲说我要递回呼叫，也就是说我要用数学归纳法。好，所以我这个时候呢怎么办呢？我就来第3式减第2式。那3式减第2式，你会发现呢，唯一就是会把这一式给干掉，有没有把这一式干掉？有没有？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得到 A1， 好 A1， 那这个式子的话，我这个被我漏掉了。这个我现在是第3个式子是乘上这个 lambda k 所以这是 lambda k， 所以2个相减。好，那这个跑掉了这个跑掉了因为它在排版的时候跑掉，我们看到好，所以这个就变成怎样呢？就变成是 lambda k 减去 lambda 1 x1， 那第2个式子就变成怎么样？ A2 提出来 lambda k 减去 lambda 2 x2点点点那最后这个式子已经干掉了，所以剩下它前面那个式子 lambda k 减去 lambda k 减1
好的 x 的 k 减1等于0。好，你可以看到，哇，这个数学式子太多了太多了。好，没关系，读数学本来就是要这样子的因为你不能够当观察家，一定是要当一个推论家，当一个什么能够做 problem solving logical thinking 的专家这样。好，那按照我们前面讲过说，再用数学归纳假设，有没有？就是我在做递回呼叫咯。好，那这个当然在做，你不能写出recursive code， 要用离散要用那个数学归纳方法来讲是 by mathematical hypothesis 透过这个归纳假设所以这个呢，因为 size 只要比它小的都成立，有没有？所以 xk 减1的话，它是什么？它是 li。那既然 li 的话呢，所以我们的系数呢，这个系数要等于0哦。所以 a1 lambda k 减去 lambda 1等于 a2 lambda k 减去 lambda 2等等点有没有？等于 a k 减1有没有？ lambda k 减去 lambda 的 k 减1有没有？它们等于0。有时候写太快很多的下标写错，你们这个自己到时候再纠正，或者在讨论区跟大家讲一下。那这种情况之下，可是 lambda 1 lambda 2到 lambda k 是相异，所以lambda k 减1 lambda k 减 lambda 1 lambda k 减 lambda 2到 lambda k 减去 lambda k 减都不会等于0，所以因此呢 a1 要等于 a2 点点点要等于什么？ ak 减1等于0。我们已经证一部分了，剩最后一个。好，没关系，我就把它带进去 substitute， 把它带入，有没有？带入 to 1带到第一个式子，有没有？那前面的那个都挂掉了，只剩下 ak xk 等于0。那可是我们讲说 lambda k 是 i 跟 vector， 所以它不会是0向量，所以因此呢 ak 要等于0。我这样证完了，这是个很漂亮的一个数学归纳法的证明那同学就要开始来 study 因为像以前我在教这门课的时候，最多是教到上下学期那上下学期的话教起来就将近如果是学校的课就是108节课那个教起来的话，同学的实力就会非常坚强那可是后来就改成只剩一个学期那只剩54节课那扣东扣西呢教不到什么东西，那你们今天我只学6个小时6节课这个实在是我挑重点跟你们讲解这样所以原则上的话就是说整个线性代数核心我这强调就是说，就是把它交给矩阵计算就对了那矩阵计算我们要开始来对矩阵的那些特性呢开始做这个进一步的分析那后面呢我再来再花几个小节跟各位强化这边的观点那这一节就先到这边。